女嘉宾小乐，22岁，同样来自黑龙江，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刚才在后面听没听到这个片子里放到他的独白？听到了。什么感受啊？其实也挺自责的吧，觉得可能也是我自己问题有点不太好。今天是谁要来？是我。你来挽回他是吗？对的。来吧，说说怎么唱独角戏的好不好？我跟他在一起已经有1年多了，但是呢，他很少主动来找我，就是每次都是我去主动找他，然后他对我的态度也是比较冷淡，而且永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爱他自己胜过于爱我，就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所以我来这儿就是想来分手。这个当时是谁主动追的谁呢？是我主动追的他。喜欢这小伙子什么？其实他是我的初恋，一开始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特别好。初恋就是你还主动追他？对。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哈？因为我觉得人生就一辈子嘛，如果喜欢的话就勇敢的去追求。对，你对他算一见钟情啊？对。你对这姑娘应该不是吧？我觉得他人挺好的，然后对我也挺好的。每次约会都是你主动提出来？我给他打电话比较多。你什么时候发现说这不对了，这是我独角戏？大概相处1年左右，就觉得他对我慢慢就特别冷淡了，就不像之前了。起码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回我的然后慢慢的就发现就变得不爱说话了。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有时候上课挺累的，因为我这边还有自己在做兼职，然后有时候就挺晚的回来，因为身心疲惫的，我就不是很想说话。累是个借口还是真累？真累，而且我本身也不是太爱说话。有话跟他说吗？有时候会有。你爱他吗？我觉得爱吧，但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女生说他很自私是吧？对。你能举几个例子让你觉得哎呀他好自私，他不在意我的感受？我们有一次同学聚会，说好了嘛，就是带那个男朋友一起过去出去玩，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久，我说你就跟我一起去呗，因为就是虽然都是同学嘛，但是我也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除非我跟他特别熟悉了，我才会比较活泼的那种。我也觉得我也怕尴尬，我就想带他一起去，至少的话我在那儿就不会一个人特别尴尬呀。然后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去，他就死活不同意，我也挺难过。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后来他既然不去的话，那我就一个人自己去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在吃完饭从饭店里出来，我和我的同学就看着他和他的朋友在逛街，就觉得特别尴尬。男朋友女朋友？他的那个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挺尴尬的，他宁可愿意陪他的朋友，都不愿意陪我出去，我就觉得特别惭愧。你觉得自己在那儿很没有重量哈，或者叫分量？对。为什么别人的男朋友都愿意陪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就不愿意？他那些朋友吧，我不是很认识，而且我觉得那种环境我待特别不自在，我就感觉挺尴尬的，我就不是很想去。我跟陌生人吧聊的比较少。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让他陪我去一次聚会，我也不想弄得我自己也特别尴尬。我就是在那，我也想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认识。明白。女生你们既然在一起哈，平常谁家务做的多一些？很少看他做家务，一般都是我做的比较多。其实我也蛮累的，我学校课也蛮多的，每次回来我就在打扫卫生，就他躺在床上玩手机，也不是说就在那看着我，然后也不动的那种。他平常会照顾你吗？比如说你不舒服的时候他会照顾你吗？还是也是漠视？其实他也会照顾，但是说不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喜欢我。你刚才其实上来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说他不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你指的是什么？因为他经常出去兼职，就是模特嘛，身边就是女生的同事比较多。有一次他也是接了个活动，而且好像是很晚，他就被一个女同事嘛，就把他安排到一个酒店里面住了。然后这个事情他没跟我说，还是他的朋友提了一句，然后无意中让我听到了。
我就觉得挺生气的。2个人都在一起1年多了，这点信任起码还是有的，他也就没跟我说，我就特别没有安全感。当时吧，其实是这么个情况，因为那天我们工作太久，然后还因为工作原因要喝酒。我这个人吧是喝不了酒，一喝就醉。那天就是没有办法喝醉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女同事帮我就安排住了下酒店。第2天早上酒醒了吧，我就真是怕他误会，你知道吧？因为他本身这个人有的时候就特别敏感，我就怕他误会什么，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我工作通宵，然后手机没有电就自动关机了，就没回你消息。所以实际上面等于你现在是一边在学习，一边在兼职做模特，是吧？对。好，那我问几个问题了哈。你们俩这个恋情，他有在他的朋友圈里晒吗？并没有。我朋友圈吧，因为工作原因，就是很多同事啊什么的，人挺杂的，我就觉得不太适合。再加上我觉得恋爱是2个人的事儿，也没有必要去秀恩爱什么的。女生，我猜你估计你父母应该知道有这个男生存在吧？你是怎么跟父母说的呢？就是我恋爱呢，我就特别开心，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把他的照片给我妈妈看。我说他人就是特别好，对我特别照顾，我就是特别喜欢他。哎，你说他人特别好，对你特别照顾，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建立在你想象当中？其实之前他对我就是挺好的，就后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慢慢就冷淡了。这么猜来你父母应该不知道对吧？我父母也知道，只不过当时给他们看过照片，没有太详细的去讲。女生的一个表述，大概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你们恋爱前期的时候，男生虽然对你冷一些，但是并不冷漠，对吧？跟你也有沟通和交流，有时候也会关心你。只是你们住在一起之后，你发现他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是这意思吗？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我就是主动的比较多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来说，如果都跟你在一起了，我也希望对我好一点，就是我不想再这么累。你说我想再问啊，就是这次你明确跟他提出分手是吧？对。以前有过吗？说我们分手？以前没有，我觉得这次是非常明确的提出来的。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会挺难过的，真的。因为一个女生主动久了，她不可能说我对你这样，然后你还对我就是以这种态度对我。我是希望她可以就是改一点。我也有跟她说过就是这样的事情，但是可能性格原因吧。你跟他提出分手是真想分手，还是希望他改？我是真的想分手。对。好，当女朋友说跟你分手的时候，你傻了吧，小子？有点傻，我觉得。你想到过吗？没想到，但是那会儿他跟我说分的时候，我有反思过我以前的事情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说我们2个人身上都有问题。那会儿我就其实想挺多的，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是他太敏感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追我，然后他会对我们之间的一些事情或者细节特别在意，有的时候我无意之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啊什么的，就会让他特别误会。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他有点太爱胡思乱想，你知道吗？你像有一次，因为我本人不太爱说话，我爱看书，当时有一个歌词就写得挺好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在陌生的城市里孤独的奋斗。我当时只是觉得我因为离家挺远嘛，我觉得我在陌生的城市里自己一个人努力赚钱，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我，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结果到他那儿他就理解成我这边是在跟别人暗示着我是单身，我就觉得有时候其实是他太紧张了。每个人的这个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怪女朋友敏感，因为前面还有个前提，你没有在朋友圈里晒过他呀。因为我朋友圈你没有公开过你们的关系，你给我们的解释是因为我朋友圈里人太杂了，我没必要秀这个。没有，我有公开过啊，也公开过。我们在学校里面大学同学那些朋友啊什么的，也都知道我们2个人在一起。我真的说是没有说是去掩盖什么，真的说是我是单身什么。我真想掩盖的话，那些大学里面同学朋友也不会知道。好吧，这个想分手吗？不想。爱他吗？爱他什么？我觉得他人挺好的，人好，而且对我也挺好的，所以不想分是吧？对。谁会对一个对自己特别好的人忍心分开呢？人都是有依赖感的嘛。但是这对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听听丘比特问卷。我先问个问题啊，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觉得还挺舒服的？
我觉得挺舒服的。挺舒服是吧？就是一开始还好。但你觉得他配当你女朋友吗？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他对你挺好的。我的问题是，你觉得他配当你女朋友吗？你不用回答，我知道答案。我知道答案。他一直觉得你不配当他女朋友，尤其在这半年来。为什么？会不会是有更多选择了？会不会是见过更多更好看的姑娘了？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啊，这是我的猜测。但你所有做的事情里面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觉你有这样一个女朋友是一件丢脸的事情，给别人看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你说大学同学都知道，我们大学同学知道很正常啊，你们谈恋爱就在大学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啊，对吗？为什么不晒到朋友圈，不在朋友圈里面经常说啊？为什么不带到朋友的圈子里面去啊？因为大学里面没有你的暧昧对象或者未来的可能性，但是你的朋友圈和你那些模特朋友里面是有你未来的可能性或者暧昧对象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那些朋友我们在一块儿，因为工作原因，每一次工作结束都要出去聚会。有男女朋友的都必须要叫上，而且就是惯例都是每一次到有男女朋友都必须要灌酒。然后我这边我酒量也不好，他酒量也就一般那样。你说这样式的话，我总不能让他去被灌酒吧？而且我们狡辩，一次都没有，是吧？一定要喝酒吗？真的可以不喝吗？不喝酒的场景下有出现过吗？没有。就是啊，就一定说啊是活动结束之后，然后要灌酒的时候，然后他来吗？平时就不可以吗？狡辩嘛，这有什么可狡辩的？就你的每一个动作里面都显示出对他的轻视，觉得你根本不配我做我女朋友，不配让我把你带出去，无非就是这样嘛，人心嘛。我们看到的不就是人心吗？你们这个感情其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很简单，爱情的动能不足。为什么爱情动能不足？一直都是你在主动，他是被动那个。你是燃料是火，他是那坨冰。现在是那个冰融化了，那个水把你给浇灭了。你想，你能不能也做一下火呀，来烧我一下呀？对不起，不能。无非就是这样吗？是吧？你是一个感情里的奉献者，他是一个感情里的掠夺者。他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因为舒服嘛。为什么不想分手？因为舒服嘛。但他心里面真的觉得你配当他女朋友吗？你以为靠自己的卑微就能够让一个男人爱上你吗？姑娘，我劝你一句话，想分手，彻彻底底的分手。你要让自己头抬起来，你要去找到一个愿意大大方方带你出去的一个男人，一个以你为骄傲的男人，一个能够对着所有人说这就是我女朋友，我特爱她，这样一个男人，这才叫爱情。好，谢谢陆琪老师，来。我相信你现在心里面有一点点觉得冤枉是吧？我愿意用先相信你的态度跟你聊一聊这个事儿。你说你这半年做模特儿的工作，这个环境比较杂，可能呢大家完了以后都要去这个喝酒，然后非得要叫上男女朋友。好，你说不能不喝酒，那是一种交朋友吧？那么请问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带女友出来吗？不能说我女朋友就是不会喝酒吗？你有想过任何保护她的可能性，除了不晒照片之外吗？没有，对不对？这是一个听起来好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它真的不足以说明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你的工作伙伴圈你有女朋友。还是你觉得一个有女朋友的男模特儿就会比较少生意，人家会觉得我已经名草有主了，就不找我工作，那你太小看这个行业的专业性了。我婚后的工作绝对没有比婚前少，我们凭的是本事，不是靠单身的任何吸引力。我想问你，你说今天来是要挽回他，对吗？对。你有没有打算怎么挽回啊？就是想了，其实可能以前是我的一些问题。好，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做呢？就是多以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些事情。这都套话，怎么做？
就是多去找他，多陪他聊。这次由我主动，不由他主动。还有呢，照片能不能晒啊？能晒。能不能带他去见父母？可以啊。带他去见你的工作伙伴？可以。刚刚陆琪老师给你的挑战是，能不能告诉你的伙伴，这是我女朋友，我特爱她？能做到。好，记得你说的。很多人说，因为是初恋，我特别不想分。大部分的人的初恋都是用来怀念的。这个世界上能够跟初恋结婚的人很少，大部分的初恋最后都是怀念，而我们怀念的常常不是那个人，而是那段时间特别傻的自己。所以不要纠结于初恋好吗？谁没有初恋呢？这些都是过去，那是我们的青春嘛。你不能用青春绑住自己，因为我们会长大的。第二，我不觉得女人不能追男人，我觉得我们喜欢的男孩，我们当然可以表白，可以争取。但是姐妹们，追男人是有技术的，你追到手之后一定要转成他追你。如果你追他追一辈子，那你惨了，因为太不稀罕了。所以在一起之后，或者是已经让他知道你喜欢你了，已经给出喜欢的信号，让对方知道叮叮叮，这个女生是对我有意思的，能不能想办法让他来追你，那就更高明了。现在出现了一个可能的机会点，当然我不觉得你一定要被他追上，但是麻烦你要分手就坚定一点，不要梨花带泪的，我还是很舍不得，你摆明了就让对方觉得你根本很好追啊。所以你真的要跑就跑远一点，跑快一点，跑狠一点，他才有机会追你。至于你要不要让他追回去，那就看你了。好，谢谢寇老师啊。你在他之前谈过没有？谈过。你扪心自问，你在爱前任女友和爱他两者比较之间，哪个当初的感觉更热烈？前女友吧。啊，很谢谢你说了真话。姑娘，当你把一杯热水倒到一杯冷水里面去，整体温度是下降的，对吧？你现在不就是这个状态吗？两杯热水倒在一起才有可能恒温，但你永远往热水里面倒，你不断的加，温度还是上不去的。一个人去努力是没有用处。我很喜欢收藏眼镜，有人送了我一副眼镜，我不是很喜欢。我有几次打开来上节目之前尝试的想戴上它，但我最后还是不会去选择的。我总是喜欢选择我很喜欢的，我自己认为很爱的那副眼镜戴着上节目。而你就是那副看上去质量还不错，盛情难却但又不是很喜欢的眼镜，被永远藏在那个匣子里。你明白吗？所以你总是说爱我爱我爱我是没有用的。这个男生相对于来说我觉得还算坦诚，他没有想去说，我经常原来说一句，不爱本身是不可耻的，但装爱就很可耻，因为你会耽误别人。但是你已经很显而易见的感受到了，他也承认了，他爱你的那种方式，或者他对你的态度和温度跟前女友不一样，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但是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那几分爱，在他这儿已经形成了一点愧疚，否则的话他今天不会这么坦诚。你到现在为止不过是有点不甘心吧，而他离开你只是有点小失落。这个比重一比你就清楚了。难道你还愿意源源不断的把自己的热情倒在那杯冷水里面吗？到最后你会把自己也淹没，爱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其实你还算是坦诚的，我没有觉得说你一定要去欺骗他的感情，但是你有一点做的有点不厚道。你明明知道你爱前女友的那种爱是你最炽热的爱，对吧？你给不了他给前女友的那种爱，对吗？你明明知道你给不了，不光是现在给不了，你将来也给不了。即便他对你的爱已经对你形成了一种感动，这种感动也始终无法迸发你爱的本能，对不对？你无法爱他胜过于爱你的前女友，你既然做不到，就不能因为他的送上门来的盛情难却而要留下，结果你反倒看见他不快乐。
做人要懂得感恩。有一个女生这么大胆炽热的爱过你，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幸福。但你不能回馈相同的爱的时候，请你有尊严的离开，也给对方一点空间，否则的话你是害了的。待会儿黄金60秒，你应该直接跟他说，我可能没有那么爱你，虽然我尝试努力做到，但是我知道这是爱的本能，我做不到，所以为了你好，我愿意离开。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对你表示极大的尊重，好吗？啊，就这样。女生记住乃馨老师教你的哈，就是适当的要让男人追追你才有意思，对吧？当然我不是说今天就是个机会啊，你就特别要摸着良心了，这就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女孩对你真的好，你要真舍不得说我一辈子我不会爱上她，我真就是那样了，你真的别出来，好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想可能我尝试过，但是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像你那样爱我的一样去爱你。我真的有去尝试过，也努力过。有一些以前的事情，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去误会。我真的不是说想要去掩盖啊什么的，可能是我想的太片面，没有从你的角度去想。老师刚才可能说的对，我没有办法像说一杯热水去暖化一个冰，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不适合吧，我选择去放手。其实我也应该早就知道了吧，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在等着你来找我，所以我也选择放手。挺好的，是个好结果。谢谢两位的开诚布公，两位请回吧。好，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这个有点